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大叔中文。好，这个叹了一口气，叹了一口气，为什么？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叹气吗？不知道啊，不知道。茶树心海底针，谁知道啊？茶树心海底针，你们是摸不清我在想什么的。对，就是有点担忧、焦虑。为什么？为什么？不是焦虑我太帅了，而是焦虑。最近这个大叔的流量好像不是很好所以我有一点焦虑。从2025年焦虑到2026年，希望不要焦虑到2027年。对，我觉得可能最近流量下滑这个当然就是大家不喜欢大叔了吗？我们很好奇，我也挺好奇。2026年大家莫非有别的新欢了？移情别恋，有别的女朋友了或男朋友了，对不对？所以这一期我们就聊一聊。当然不是聊我们大叔流量下滑啦，这个太肤浅太庸俗了，我们就聊这个现象就是中文教学的现象，有表及里对，那我来先 Q 灿叔好了，灿叔有什么想法？我现在要知道多 Q 你们，人家就不会说都是我在讲话。这些同学真的很烦呀，有时候我们偷个懒都不行吗？不行偷懒，现在我们三叔要平均分配，不能偷懒。好，其实我也观察到这个现象啊，因为首先这个视频是我发布的，发布了的话就是忍不住就是会看一看这个数据，怎么最近这个流量确实在下滑啊？当然它也不是断崖式的下滑，而是缓慢的下滑。不过确实就最近2期，我觉得最近几期吧，感觉好像都有点没有激起什么波澜啊，就是真的挺让人忧伤的啊。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后来有一天啊 YouTube 给我推给我推了一些视频，我才恍然大悟就是原来现在就是真的是做中文教学的老师越来越多，很多老师对我都是生面孔没见过。首先有些熟面孔的老师，他们慢慢的就是也在升级自己的形式，当然有和我们大叔比较接近的访谈类型的，对吧？小瓜的，对吧？佩佩的，还有好多老师。佩佩还没有做吧？佩佩还没有，靳老师对吧？还有很多老师了，我突然脑子里宕机了，想不起来了。然后把这段剪掉吧，又打了一波广告。没有打什么广告，我们已经流量下滑了，我们在苦苦的哀求大家。不是，我是觉得这是一点，就是大家都在形式升级，就是像我们这种播客的形式，我觉得其实也是好的。因为首先播客确实对于学习中文而言，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形式。我们学任何语言其实都很喜欢这种很自然的这种语言的输出。要是你一本正经在那讲，反倒确实有点无聊，这是一点啊。确实对学生的选择越来越多，这是一点。另外一点，我确实觉得现在 YouTube 上突然之间雨后春笋一般冒出了非常非常多的中文老师，以前完全没有见过，说明大家都想来分一杯羹了啊。当然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所以必然带来这个流量池就这么大一点点，他推出的中文东西就这么多一点，那肯定自然而然流量会下滑的。所以我想问一下笨叔，就是你是如何看待这个现象的？我就完全不内耗啊，我就是从来不去关注那个数据啊。因为我做很多研究的啊，你真的问到专家了洗耳恭听。我们大叔需要专家，真的需要专家，我们需要你来这个定心丸快点给我听听看是不是真的专家还是假的。因为去年我有看这个 YouTube 有看这个 YouTube 的内部员工的这个访谈人家在接受访谈的时候说，你要忘记所有以前的这些这个 old rules 以前的规则
都要忘掉。中文都不会说了吗 ？Old Rules 是什么东西？旧有的规则。对啊，就是现在他们换了这种大型的语言模型，所以跟以前不一样。现在你上传完内容之后，他们都会仔细的去分析，他们的这个算法就可以马上的明确的知道你这一集你讲的内容是什么，你讲的够不够深啊，你讲的会不会受到欢迎啊？因为现在他们这个算法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主要的目的是帮助你去寻找你的下一波的粉丝啊，因为算法是认为就是根据这个生态的法则，来了一波观众，这波观众慢慢会消失的，就是这个观众不会持续的对你的这个内容感兴趣的，所以就是算法的着重点不是在帮助你发布内容去给你巩固现在的粉丝，而是去尽力的去找你的新一波的粉丝，所以他会根据你的上传的内容来找其他的这个用户啊，对你的内容感兴趣的用户啊，所以等于说他用了一个很好的比喻，就是说以前算法就是看着食谱来做菜啊，比如说他看你的标题，他看你的封面，他看你的那个描述来去这样推，但是现在他已经自己知道怎么做菜了啊，因为可能说另外的一个观众，他可能以前这个算法觉得 OK， 这个观众可能会喜欢这个视频就推给你了。这个视频可能是一个这个做菜的视频，但是后来现在的算法可以精确的知道，你不是喜欢这个做菜的视频，你只是喜欢这个菜谱里边的某一个食材，你是因为这个食材才看的这个做菜的视频，所以现在算法会更精确的把你的内容推给这个最需要的人，对，所以就是如果我们发新视频，可能如果那个人他不常常看我们的视频，即使他关注我们了，我们的视频也不会出现在他的那个首页推荐页上，对，他的推荐页很可能是其他的这个没订阅过的频道，然后突然出现了这个内容，所以他可能去订阅新的频道了啊，对。我意思就是说，现在随着科技越来越进步，可能 YouTube 也用了一些比较像 AI 的计算方式啦，或者是更全面的方式。就像Ben叔说的，他已经从看你的食谱变成了他自己就是一个美食专家了，然后来评断你做的菜好不好吃。听起来蛮可怕的耶，因为我们3位大叔都不会做菜。还有我们聊的东西比较散呢，我们的主题很多，就是让算法可能会比较迷惑吧，就是我们到底这个是干什么的？这几个人是干什么的？对，所以他也不知道推给谁，可能你没就是今年有很多人都在抱怨，很多这个油管的这个。自媒体创作者内容创作者都抱怨说，哎，怎么流量下降了啊？对，那整个生态是这样的，那我就安心了。对啊，就是不需要，不需要纠结点击量，不对，需要。哎，茶叔有不同的想法哦，我们听一下他说。我觉得像我的频道反而是增长的，我自己的频道是增长的，所以一定有一些变化是我们大叔可以去。想一想，你的很垂直啊，你的很垂直。对，因为我就像刚刚Ben叔说的，我觉得突然我就觉得好像真的是这样子，就是如果你的重点，你的这个频道的主题是明确的，它反而会去推动你的这个频道的。茶叔都是 HSK 啊，你每天直播你都放了 HSK， 然后里边在讲我的新来的，因为这个数据里面有一个就是新来拜访的人，或新订阅的人，我那个是一直在增加的，但是我发现大叔是一直在下降的，对，所以是吗？所以证明就是说我们大叔现在靠的都是老朋友，对，就是原本喜欢我们的人，铁粉、忠实铁粉，那不是铁粉的来看一下，怎么那么丑就走了，或者那么无聊就走了，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原因。我刚刚想到一个原因了，就是我们的主题，就像刚刚Ben叔说的，可能太分散了，太散了。或者是其实我们的主题，说实话，我们都是临时才想的嘛。然后我就有时候因为这个焦虑感驱使我去看一下小瓜他们的靳老师他们的频道，我发现他们的主题真的是他们有深思熟虑过，然后就大家都好像有准备过，所以好像都聊得主题性聊得蛮集中的，然后聊到很多有趣的故事，我听了比较紧凑，也比较紧凑，他们会15分钟、20分钟，也符合一些学生这个收听的习惯，对，所以我觉得主题上是我们一个很大的致命伤吧。这是一部分，还有就是现在其实这个点击率观看率不是一个重要的指标，重要的指标是这个完播率和你的这个互动率你的完播率、互动率上去了，也会影响他要不要推你的视频。对，所以而且我看他们有比较优化他们的视频，是因为他们一般在视频的最开始会放一下这一集的那个精彩的爆笑的内容对，会抓一下这个观众，让他们知道你看到后面会有一个爆点然后他们还那个小瓜那边感觉就是视频清晰度或者是那个老师的颜值都你在说一些什么？这些东西对我们也没有任何借鉴意义。Ben叔，你要提的是我们能够改变的，我们不可能去整容嘛。我们3叔去整容那个花费太大了，对不对？我们目前的收入没有办法让我们整。我不想整，都老脸嘛，整什么容？戴个假发还可以，整容真的没这个经费。对。其实说实话，这个就是我们本身比较习惯的一个形式。其实我们舒适的一个形式，当然了，我相信就是这种比较你提前想好话题，甚至一点一点的，很多老师是这样去做的。这个当然能让结构更清晰更紧凑，但是这个不是我们大叔的 style。对style 对，就因为大叔的 style 好玩吧？但是我们的风格就是说实话，就是这种随意性、随机性，就是这种很轻松的聊天的方式。我觉得流量的高低与否，它其实也不是一个评判的标准。我当然也不是说很焦虑这个事情，因为我们之前说过，我们要做1辈子。那说实话，对，一辈子很长很长的了。所以说实话，要选题之类的话，你比如说你定一些方向，总会枯竭的。但是我们大叔其实我是觉得与时俱进，老会聊自己的近况，就是我们其实更关注的是人本身，我们其实不会过多的关注一些过于噱头的东西这个我就不点名了，很多老师在做这种东西，我们一开始也做过噱头，这种噱头太多了吧，有些比如我就不说了，不想说，说吧，干马赛克你自己去看我的意思就是，所谓的噱头就是聊什么我们不要提人你指的噱头是聊可能是出轨或者是这种方面的对吧？这有很多东西，我是觉得这个当然无可厚非嘛。这个我也喜欢聊我刚还没说完呢，我说虽然我们一开始也会聊这些噱头的东西，就是我不是在批评大家，我是觉得这个东西无可厚非，但是我们大叔要长久的发展，肯定没法就是通过这种东西，这种取得一定的爆点等等，因为甚至之前一些政治类型的东西，它其实也只能是在短期内带来一些爆点，它没法做到一个长久的这个持续的增长。就像笨叔说的，可能确实是我们现在算法在帮我们找新的观众，但是新的观众他总会有一些新的习惯，那么他可能没有接触过我们大叔的话，我相信肯定也有一部分人还是很喜欢我们这个随意聊天的方式，他们可能就是喜欢听这种很随意的、很放松的、很自在的聊天，没有特别强的主题性的，就像几个
肯定也有一些老男人啊，对吧？老女人，他们就闲来无事，走走路、锻炼的时候、做饭的时候，就喜欢听我们开玩笑。我们年轻的观众也很多的，不要。年轻的观众也可以从我们身上获益良多啊！听几个老男人聊聊天、侃大山，我觉得都好。我是觉得，其实，在形式上，我是觉得没有任何要调整的必要。当然，就是没有任何调整必要。我也没有因为这个有焦虑感。其实我觉得大叔这个形式，我一开始说那么多，并不是我更多是在调侃。我一直相信大叔这个品牌这样去做下去，而且最主要是我们3个人很舒服。它是一个东西，其实最主要是一个舒服性。做自媒体的话，你把自己搞得累死，其实企图心太强，你反倒很难坚持。就像一张弓拉太紧，它总会崩断的。所以其实我自己的频道，我现在就是往这方面走，因为之前尝试这个尝试那个，老去想各种形式，好累。现在我就想，每周我出去走个半小时，那我就说话，自己想说什么话说一说。那其实对我而言比较轻松，我不想把很多精力完全放在这里。我觉得大树中文对于我们3个其实也是如此的，就是不是每一周啊，因为大家可能也有事情，可能隔几周一起聊聊天，说说近况，然后欢迎一些新的朋友，对吧？也一些老的朋友来继续聊聊天。其实这个对我们而言就是很开心的事情。那同时这个形式对于我觉得我相信很多中文学习者而言也是很喜欢的、很享受的、很轻松的，也未必说一定要带着一个猎奇的心去看这个东西，而是真的就是很放松的一个状态，去自然而然的学习中文，吸收一些东西。这个我觉得其实挺好的，真的。我说的话好多，有没有人抱怨灿叔怎么说这么多话？这个灿叔这个口是心非，明明录这一期之前，明明录这一期前忧虑、担心、焦虑，发信息说，哎呀，这2期视频点击率好烦哦。我做大叔的时候，其实你们不知道吗？戴一张面具。那其实我一点都不担心，我还要讲我很担心。对，我也不担心，因为其实我也不担心，因为我们的伪君子，虚伪。不是，对，没有。其实，其实就是不应该盯着那个订阅数看。确实是，因为本质上我们做的是中高级，你做到中高级，你就不可能有那种高的订阅。对，如果你是做那种中文入门，或者是说中文为什么这么好学，就这种谁都可以看的这种，那它的订阅肯定就高啊。那我们做到中高阶的话，我们面对的这个观众的群体就是数量就是少的，但是我们能做到的就是服务好，就是信任我们的这些观众，我们伺候好，对啊，服务好，气氛佳，对不对？对，就是让我们的铁粉满意就好啊。然后通过口碑啊，大家也会帮助我们宣传。对，真的。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每年几乎都谈一次了。那其实每年的可能年末年初都是流量最低的时候，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每年都会聊一次，都有一种焦虑感。那其实我觉得就像Ben叔说的，我觉得我们不用太担心，因为我觉得大叔中文对我们来说不是一般的播客，对我们3位来说，大叔中文就像一个不要说日记，可能是周记，然后把我们经历的事情，然后通过播客分享给大家。所以对我们来说，流量高低其实真的不是那么重要。我们做到现在了，说实话，我们也很享受每一集。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内心是一种满足。对外的话，学生有学到中文，我们也觉得我们有付出。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双向奔赴的频道。所以我个人觉得，流量就算再低，收入再少，我觉得都无所谓。至少我们在这个频道里，情感获得了释放。对，然后我们也认识了很多新的嘉宾，我们也觉得很开心。新的嘉宾给我们新的知识、新的启发，我觉得我们3位大叔也很开心跟他们聊天。所以对我来说，流量高低其次，最主要的是我们真的也有很多喜欢我们的粉丝，然后我们也在每一次的这个播客里面，我们真的也在挖掘自己。对，所以我觉得
别具意义吧。这个频道，这些播客对我来说都是别具意义的。有时候我回去看我们以前录的视频，有时候会很好玩、很好笑，自己都觉得蛮好笑的，所以我就会觉得感觉这是每一次录节目都感觉是一段难忘的回忆。所以我觉得想到这一点，什么流量啦、收入，真的我也蛮赞成Ben叔说的，就不要去看它就没事了。我也是这样想的，我也是这样想的。红豆泥，真的吗？会啦，当你看的那个当下会有一点焦虑，这个我承认，我也会，人嘛。但是可能就是说，我觉得就是你不要常常去看它，其实就还好。对，对，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3位没有3位啦，灿叔也不用太焦虑啊。没事没事。对啊，我是觉得可能年初了，新的一年了，可能有时候我们也想，就是难免会想到做一件事情的目的在哪里，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其实就是会这种感觉，所以其实你做这个事情的时候，看到一些数据等等，你多少会有考虑的原因，就觉得那这个事情它的对我的意义在哪里，我能得到什么东西，所以自然而然的其实会引到这些话题。就是我想问一下笨叔，就是做播客这个事情对你的意义在哪里？就是一辈子的播客对你有什么意义？对我的意义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成就感的一个地方啊，就是我觉得我不是只这个面对我的学生教学，就是其实我可以给就是网上好多同学，就是覆盖到世界各地的同学做这个中高级的中文的输入的内容。我觉得就是感觉这个就是意义啊，我就觉得我有帮助到很多人，可能很多人真的没有钱去买一些学习材料啊，然后或者是听母语者的视频觉得太难呢，他们觉得 OK， 到了我这个学习中文的瓶颈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材料能帮助我就是往前再迈一步，我觉得这个是我做这个播客觉得最有意义的事情。还有就是觉得可以偷懒，就是有灿叔一直在那儿剪视频所以感觉好像我就过来录一下。笨叔你也很辛苦啊，笨叔你也还要用财务啦，还要邀请嘉宾。对呀，我们3个人都最近忘了发工资了，对，最近对算一次。这点提出来就是有目的的啊，负责财务啊。我一下就 get 到你的点了，茶叔。最近钱花的要点一点啊。对。我们3位大叔都很辛苦啦，在大叔中文都有自己负责的地方。那我是觉得说，大叔中文给我们不一样的人际关系。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从去年底一直到今年初，一直有人在 IG 上表示有事情请求我，那都是很小的事情。但是身为大叔中文的一员，我就会问他说：你怎么认识我的呀？你怎么找到我的呀？为什么会找我问这个问题？因为他是写 Richard，他不是写理查老师，很明显他对我不熟悉。他就说因为我在大叔中文看到你啊，我就觉得原来是这样。像去年有2个学生叫我帮他取中文名字，这两个学生我不认识他，但是他们都不约而同的说是通过大叔中文知道我的。对，有感觉到出名最近啊。我本来就很出名吗？我本来就很出名了啦，只是觉得说有一些不认识我的人是因为大叔中文的关系认识的。对，像刚刚才有一个我不能说学生，刚刚才有一个希腊人，他就跟我说你可不可以帮我翻译，然后我想说为什么要帮你翻译？对呀，但是我想说因为我在大叔中文认识你，所以你得帮我翻译。本着乐于助人的心理，我就说那要翻译什么？他是用英文写的，他就说帮我翻译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英文。我就说很简单 ，blessing in disguise。他就说他最近想要刺青啊，他想要刺什么字啦？他说刺这8个字好不好？我说很俗，真的很俗。我就给了他其他的我觉得还不错的让他刺，然后还挑了一些不错的字体让他去选。
所以茶叔，你把什么刺在了他身上？给他选什么选择？我很好奇。我就说不要选这个什么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嘛，你就可以选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或者是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嘛，或福祸相依嘛，这种听起来比较深的东西嘛。就是你会发现，就通过大树中文，你认识了很多很有意思的灵魂就会觉得每个人有不同的需求。居然有人因为看了大树中文知道你。所以我就让他刺大叔中文4个字就好。我爱大叔，记得订阅。我爱大叔中文，我等下就打给他。我爱大叔，记得订阅。就是他说他想要刺在自己的 rib 上面，就是刺在大腿吗？屁股就是哪里？在 rib， 你们 rib 上面，排骨上面，肋骨上面。天啊，我们大叔的英文蛮惨的。大叔的英文很烂啊，就没想到突然对，所以怎么会真的吗？纹身纹到那边很奇怪吧？我们这边叫贝克汉，你们那边叫什么？贝克汉姆啊，踢足球贝克汉姆，你们叫贝克汉姆，我们叫贝克汉。贝克汉就是他纹在肋骨吗？对啊，他刺中文的他就是刺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吧？是吧？我中文倒无所谓，但是我觉得肋骨这不是很奇怪吧？不是在中间吗？在身体的。反正我跟他说，你刺什么都好，不要刺牛肉面啦，什么排骨饭啦，这种东西就。我爱炸鸡，爱炸鸡，炸鸡真好吃。那个大龙不是纹大龙米饭店吗？对他不是他在帽子上，不是帽子上，没有纹身还得了啊？对啊，大不了。我觉得其实大叔中文这个播客就是有2方面的意义，一方面的意义其实就是我们3个人过几周的这个相聚聊聊天，老友相聚嘛。其实说实话，真的就是闲话闲聊，但这个东西本来说实话对于学习者而言，我是觉得确实意义很大，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充满了这种东西，需要去这样表达，很多时候也不是特别深刻的道理，谁一天到晚成天说很深刻的东西，这个是有一点。另外一点，我觉得其实不是对学生而言，是对我个人而言，我们个人而言，其实真的通过这个频道认识了很多中文老师，就是通过笨书牵针引线这个我认识了很多中文老师吧。对，就是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可能也没有那么多机会去认识天南海北的全世界各地的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中文老师，就因为有这么一个平台，可以把他们邀请上来，大家聊聊天，好像都认识了，就是有更多机会去了解不一样的人。对，我觉得有些甚至成了常驻的嘉宾，对，过一段时间就邀请来一次，我觉得，然后再见面的时候感觉就很亲切，很奇怪。对，是的，也有一些老师销声匿迹了，有些老师不是很对位，那就不邀请了。对啊，我觉得Ben叔你要发挥你的男性的魅力啊，去邀约。大叔得出钱给我做整容。你已经很帅了，不需要了。我们不是靠外表吃饭的，我们是凭着我们的真心实意。你邀请人的时候，你是打视频吗？你是用文字吧？我问你。用文字，对。我觉得下次可以邀一下何威啦。他不是有留言吗？我跟你讲，何威留言的用意有留言吗？真的吗？什么时候留？没有看到，在大叔下面吗？就是在上上期啊 ，OK， 对。何威留言的目的你还看不出来吗？就是快来邀请我，快来邀请我啊！好的，好的。他现在应该已经在中国了吧？是不是？不晓得回去了没耶？不知道，他肯定有些经历吧？可以问问他。对呀，对呀，可以啊，在中国生活1年的经历。我也蛮想知道他最近经历了什么。好的。突然想要我们采访他。对呀，这暗示我吗？好，对啊，暗示你去联系。所以我在这里帮何威发声啊，Ben叔，我在这里要记得找我。好的，还有老刘啊，老刘也要再来。老刘好，他写了第二本书，对，好快啊，第2本书都写出来了。对啊，第2本书跟 AI 有关系的，可以给他叫过来。可以，我超爱老刘的，我觉得他太有内涵了，可以。我那天在小红书上还刷到老刘和一个西班牙姑娘在做播客。就是用中文做播客，老刘很厉害，在国内很活跃的。对，但是可能他的 YouTube 频道还在发展了。对，他也有 YouTube 吗？那我都不知道。有，马上要发新书了。对啊。那好，老刘一定要约，我觉得他很棒。
是的，而且他的嘉宾都是找女生啊，他都不找男生。有啊，昨天他采访我了。哦，难怪你提起，难怪你记得他，都那么久没有。我现在发现你真是到处招蜂引蝶啊，到处就浪了一个浪，招蝶就算了，还招蜂，真是的。对。好，因为我现在老会刷到笨叔，不是在这个频道，就是在那个频道，老会看到。我现在我都说了，我真的医院忙死了，我真的不要参加这个录制节目了。我觉得学生都看我的脸都看烦了吧？这个频道看笨老师，下个频道还是笨老师。笨叔的心情我了解我那天跟安妮马拉松录了4-5个小时，然后录了多少期？我就是老刷到你俩是。对啊，就是那一天录了这个大概6期节目吧，就3期我这边，3期他那边啊。那天我都要录吐了。对，我觉得那个真的太累了，那样录起来真的好累啊，说实话。对啊，真的很累。当然，我们去别的中文老师频道做客，我们也很开心。对，那也表示中文老师之间有保持维系着一个蛮好的关系，我觉得这是个好现象。那希望我们从大叔中文就让所有的中文老师团结在一起，凝聚在一起。我觉得这股力量也是对各位学习者是很有帮助的。我真的觉得中文就是这个社区我再补充最后一点吧，我感觉好嘞，就是中文学习这个社区其实真的很热闹。就是因为我自己也在学一些别的语言的时候，我也会去找类似的这种节目。我就发现不管是这个法语、日语还是俄语，我都有在涉猎啊。我就发现他们没有这么热闹，就是这种交集的东西比较少。真正其实说实话，中文老师，我觉得中国人可能本身比较敏锐，就是知道这种东西其实现在也是一个潮流还是怎么样。我发现真的就这种就是对话型的东西越来越多的，而且大家互相帮助的互相采访的东西越来越多。就是我会觉得这样，因为任何东西都是这样的嘛，你要很多人一起去做，他做的好的东西自然会越来越多，精品会越来越多，因为人都是往前被推着往前走的，就像中国的很多产品一样，公司越多最后精品出来就越多。所以我觉得这是中国人一股劲儿，就是很勤劳很勤奋，就是想到什么想法就去做。所以虽然说现在中文老师在YouTube 上越来越多，但我觉得其实对于整个中文社区当然是一个好事情。对，表示这个中文找补吗？我没有找补，这倒是我内心深处的一个想法。对，好的，好，我不要把我想得这么小，我不是小人。来，Ben叔有话来说。我没有话呀，我觉得没话，他只是我很赞同阐述。刚刚的一声，我就是很喜欢挑逗一下阐述。不要说挑逗挑刺挑逗什么，我不想被你挑逗。好，你们要挑逗，下播再挑逗。观众不想看你们互相挑逗。好，因为我是觉得我没有把就是可能我和茶叔，我不知道笨叔是怎么样的。笨叔其实在中文教学上付出了很多时间精力，而且非常的专业啊。我不是为了找补，这是我一个客观的一个判断啊。就是我和茶叔相对而言，在中文教学这方面，其实用的心力相对是少一些的。就是我还有一些别的事情想做，比如说我要搞写作等等的，它其实会成为我人生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不是说我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做得非常非常好，但是我希望大说中文是永远远远一辈子这种项目对我而言它其实是很有意义。所以我也希望就是其实我们大说中文一开始开了头，把这个东西做得好，有越来越多人进来这个中文教学的这个世界里头，对吧？其实对于学习语言的人肯定是好的。我也希望就是大家有更多选择啊，对中文教学也罢，而且对中国也罢，对吧？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真的。对，从长远的看来是这样的。我们要有大胸怀。所以大家能做到的就是每一次我们发视频给我们留言，多留言点赞，贡献一下这个互动率，这样那个
能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频道。对，还有完播率，一定要从头看到尾就是看不到尾的话，就一直放在那里啊，就放着。你可以去做别的事情，但是就放着，好不好？就是有时候没事的时候再打开看一遍。我都是这样的，把我们新发布的视频打开，然后就放到桌面。对啊，从头播到尾啊。对啊，但是你不看，对不对？我不看呢，我给我们自己贡献完播率啊。就是如果大叔发个东西，我就用 Chinese with Ben 看。如果 Chinese with Ben 看，我就拿大叔去看我自己的视频，从头播到尾。你还真的操作啊？学会了，学会了。原来Ben叔常常做这种没有意义的事情。对。好 ，OK， 那这个今天这样一聊，我发现我们都释怀了。好，然后灿叔的心中一块大石也放下，心中的结已经打开了，对，好开心，好通透。灿叔已经不再焦虑了，所以一开始焦虑的根本就是灿叔，焦虑的脸都绿了，你看现在都黄了。对，黄了。怎么聊完之后感觉我是最 care 的，又研究这个 YouTube 的算法，又把完播率从头。会研究的人才是在乎的人。不是啊，有时候会研究人把这个事情看透了，他也通透了，他就不担心了。对，可以这样找补一下啊。对，对。好 ，OK，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虽然今天好像也没聊什么东西，那这就是大叔的 style。对呀，对，喜欢的就这期标题是什么呀？对。麻烦了，这个灿叔去处理，我不管这个。好，大叔 style 嘛。对，好，那我们灿叔来个噱头，又要表演才艺了吗？好，好，那我们这期就到这啦，谢谢大家的收听，真佩服你们，这么无聊的话题可以听那么久。好，那我们下一期再见喽，拜拜，拜拜。